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我孩子身上，我应该怎么办？我应该教我的孩子怎么办？如果今天你受伤害了以后，不是你的错，是对方的错，但是他却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跟重新检讨，我们这个时候少了些什么，我们该多做些什么。Hello， 大家好，我是丽丽。那认识我的朋友呢，知道过去我曾经是新闻主播，也曾经主持过自己的时事节目，但是其实我已经退居职场很多年了，现在是专注的家庭嘛，所以现在是睽违了大概7、8年过后，重新回到了这个访谈节目的怀抱。但其实现在那么多年来我的身份已经多了一个更真实、更甜蜜，但是偶尔让我很焦虑的一个身份，就是2个小学生的妈妈。所以身为妈妈对我来说了，很多东西其实我不懂，就算懂，也可能是一知半解。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我遇到了 The Our Lilies Project 的几个志同道合的妈妈的时候呢，就有一种urge 觉得说，哎呀，这些家长搞不懂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找专人来问一下，所以就有了今天这一档节目，叫做“力懂什么”。搞不懂的时候，我就去问人啊。就好像最近在校园里面传出的一些事件像这个宽柔中学的 AI 伪造不雅照，还有他的性骚扰的案件，吉华读中传出老师不当行为的事件，让许多家长一下子那个焦虑感拉到最高点，包括我自己在内，觉得说，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我孩子身上，我应该怎么办？我应该教我的孩子怎么办？这些都是让我很迷茫、很多问题的一些。所以这集力懂什么这个节目的第1系列呢，我们就把它命名做冲浪时代，谁来保护我们的孩子？从一个我最在意、最感到不安，又最想要搞懂的一个课题上着手，那就是数据性暴力。口语的说一点，其实就是用科技、用网络去欺负、去侵害一个个人的身体隐私，这也是算是一种暴力。那面对这种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又确实会对孩子带来确实伤害的东西，我们应该要怎样去应对？又应该教孩子些什么？要搞懂这个问题，今天我就请来了我最敬佩的吴启明老师。他是马来西亚性学会的创会会长，目前也是辅导老师，也是幼儿园的园长，身兼多职，而且长期还会对中小学生做这个性教育的工作坊，对吧？启明老师是这些工作里面全部都脱离不了教育，然后我自己核心我会很喜欢的一个部分，就是在于说对于孩子的教育，怎么看着他们长大，然后怎样保护着他们，这个部分我觉得是一个我的使命。所以今天的这个问题是一定问对人了。启明老师，我还记得第一次其实真正意识到 AI 伪造技术这个威力的时候，是我看着政治新闻，看到政治人物因为 Deepfake 的这个技术而被搞惨的时候。但是那时候那个伤害感是感觉很遥远的，距离我很遥远的。但是直到最近校园爆出了这一个 AI 合成不雅照的事件，危害到学生，我才原来他可以跟我的孩子那么的靠近。所以身为辅导员，你对这种技术伤害，还有真的是 touch 到摸到的那种性侵害、那种骚扰之间的差别，到底是有怎样的差别？对孩子来说是怎样的区别？我们以往过去讲的是在讲实体肉体上面的性侵害，那性侵害跟性骚扰它在法律上有一些的不一样。性侵害是说我对你的强暴、身体的侵害，骚扰的话我可以是言语，那我可以是传一些的色情的讯息给你去看，都属于性骚扰。但是如果你刚才讲到侵害的部分，我们就是在身体上面的伤害，而这伤害是不在当事人的意愿之下同意的。那我们回头来看 AI 或是网络上现在的这个性骚扰或性侵害，它同样都不是在当事人的意愿下去同意的，但是呢，它的伤害性并没有因此而减低今天加害者对我做的伤害的时候，我们不能去讲说受害者是不是你穿太短，是不是你自己晚上走路自己没有注意，然后陌生人邀约你就跟他出去，活该。我们没有这样子去讲，我们一直在教育，在实体中，我们一直在洗脑
不是受害者的错，是加害者的错。但在现在的我们转回来哦，在网络上的这个 AI 开始发展，然后开始有很多 deepfake 啊，开始等等的一些的不一样的方式去做交流的时候，我们一样要去教导孩子怎样去做辨别，而且让孩子知道一点，就是如果今天你受伤害了以后，不是你的错，是对方的错。所以回到说真的，这种数据性暴力哦，启明老师，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也是一种伤害？宽柔独奏那件事件，那些女学生受害者站出来开记者会的时候，其实他们当下发现自己的 AI 伪造的不雅照流传，被人家拿去散播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反应，他们会觉得为什么？我封锁我的账号就好了。对，他们好像感觉不到那个伤害。是，这就是我们说现在的大家的价值观里面，因为我们靠近网络越来越多，然后我们的方式就越来越多元的时候，大家就开始会觉得这个反正不是伤到我的肉体，做假的吗？回不是不要当真就可以了。但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子认为的哦。有一些人会觉得说，为什么你把我的照片，然后拿去做这样子的改变，然后而且你就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是没有经过我同意，你让我整个人的形象哦，都已经完全崩溃了。我们现在很重视一点，就是在网络上一直在建立自我形象，很好啊，穿得漂亮啊，然后去展现给大家很好的一面。我们在 build up 我们的 image， 我们的个人的观点、形象，这些很重要。如果今天聪明的人可能没有影响，但是不知道头不知道尾的人，可能就觉得我真的做过这个事情，我曾经经营这样子起来的一个形象就被你给瓦解了。那这类型的人，他就可能会很介意，他就会觉得说我非常不能原谅你。而且还有一个东西，在我们讲心理学上面，大家会讲哦，不是我一个人中，很多人都中，所以我们大家已经分担掉这种情绪了。但所以我们才说，这种情况也是会导致在学校里面哦，有些老师会觉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觉得在过去台湾有 Me Too 事件，然后这个事件也被大家会讲成马来西亚版的 Me Too 事件，是因为大家开始会意识到，原来这个东西可以搞得这样大。然后我身为一个学生，有些人就会觉得，我身为一个学生，我也有权利来表达自己，或者是我今天也要去把我这个不被尊重的对待去告诉更多的人。这一类型的人呢，他就会被看到，他就会被激发，说我可以同时去声援他们，因为我站出来。它也就变成马来西亚的迷途事件，虽然看起来有一些不好的结果的事件，但是它却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跟重新检讨，我们这个时候少了些什么，我们该多做些什么。那现在就因为发生了这个事情，必须要发生这种事情，大家才有这个醒觉。我觉得必须要靠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它是给一个力道，然后让它会更加好的被正视。你说没有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其他人知道吗？知道我们 MCO 过去的这个事情的那个时间点离开，现在已经很久了。然后大家会知道哦，大家上网课，然后都不能离机。手机也要你，所以妈妈也知道，老师讲一句回去做功课，然后你就妈妈我要手机，你就不能不给他，对不对？孩子对，不只是长身体，他是连着网络一起长的。没错，那这个长大的过程里面，他必须要依赖他的网络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就要做改变了。因为这改变的东西呢，包括父母亲，包括我们的老师，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脱离。如果 AI 加上来，现在的时候，变成大家依赖性更大，什么都是 ChatGPT， 你去问他一下，他几乎可以变成了女朋友、男朋友、老师、家长，全部都可以在那可以跟你聊。有些人说我从 GPT 里面得到很多的抚慰、安慰。你可以看这个部分哦，我们变成我们不能脱离它，但是我们不能脱离它的时候，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哦，爸爸妈妈不给孩子出去，对吧？他讲说你在家你玩手机我都不管你，但是你不要一直往外跑。现在你在家安全吗？然后玩 video game， 但是也是这样子，因为宅在家里，结果还是发生出事情来，所以变成这个魔爪，它已经不是说你走出去外面，然后有人会伸向你，而是这个魔爪会像贞子一样，后面一摸出来，真的就是这样子。因为你玩 game 哦，你认识很多不同国家的朋友。那像我的孩子也是，
然后就不认识，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用网络上打 game 认识的，然后因为对方家里的一些事情流眼泪。我有时候看到他，我说你在干嘛在那边一摸在那边哭，我的朋友，然后呢就发生了家里的狗死掉了，我说你见过他朋友没有？然后我说这样你的朋友网友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你都可以这样触动，所以可以看到说网络已经增加了大家在关系里面的厚度，已经取代了，这样不能这样说取代了，应该是说已经他在年轻朋友的身上，甚至重要过于他们实体的朋友的那个感觉。对于我来讲的话，我会觉得说它不是一个平衡的事情。像我非常鼓励孩子们往外走的，往外走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除了手机，你还可以有很多你实体你需要去学习的生活经验，还有去增加你不同的知识来源，都是从我们生活里面来的，不是只有看网络就可以得到很多。是网络可以给到我们很多，但是实体你也不要去忽略。我们说要平衡。这是青少年朋友，我觉得，或是越小的孩子，就是要越多给他这一个，因为只要他们一开始松懈，没有其他的活动的话，他们就是手机来打发他们空档的时间。对，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父母亲就要知道，那我让我的孩子在家，那我给他网络的时候，我有没有教育他怎么去做自我防范？过去我们都只会讲说，你去参加什么课程，你要懂得保护自己。出去的时候啊，你要跟男生距离远一点啊，你要懂得保护自己啊，你不可以乱喝饮料啊，然后你不要走那些没有人的路啊，就只有这样子，好像危险永远都在外面。但是这一套都不适用于现在了，那现在已经不够用，不是不适用，不够用了。有时候现在你教他们小朋友会 Grab 出去玩嘛，也会 Grab 食物回来家。对啊。那你 Grab 出去玩的时候，你有没有教育他说，那你今天坐人家的车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什么安全？那你今天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网络朋友认识多了嘛？那我认识了网友，那你先怎样去知道这个网友他的背后的真与伪呢？然后今天你怎样去跟他经营网络关系呢？这个是没有讲的。所以我想问一个，这些刚才你讲到说爸爸妈妈都要关心到、关注到、教到孩子的东西，在你的性教育工作坊里面，或者是在其他性学会导师的教育工作坊里面，有没有也融入在那个课纲里面？必须得融入。现在的课纲跟以前不一样了。那我说现在的课纲，也是说我现在去给青少年朋友讲的内容以前是不太 touch 这些的，因为可能10个小朋友里面可能有2、3个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或者是这样子的经验。其他人就看着你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因为我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过去，或者是现在我没有这个经验。那现在你10个小朋友里面8个9个都是这样子的，那你问他哪一个没有网友的，不可能没有人举手了。每个都有网友，那你今天从网友身上你得到些什么？第一个，网友你讲网络关系的增加必须要有。第二，网络关系的自我保护，网络关系上面自我保护有包括2种一种就是我自己个人的自己的保护，一种是别人来伤害我的保护。我个人的部分就是说我今天我的 location， 我今天常常会打卡，我打卡的部分我去有没有经常是固定的点让别人知道我的行踪的，然后我的隐私资料也没有出去的，然后我今天喜欢自拍，我自拍的情况底下，为了获取那个点心的这个部分，我裸露我自己的身体有没有问题？然后别人裸露的话呢，别人邀约你的话呢，别人写一些色情笑话给你看的话呢，这些部分等等都是现在我们讲人际关系里面不能切割的。以前都是只有在班上、在学校，现在网络上的话你 OK 吗？但是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现在世代的一个青少年或者是孩子们的转变，就像刚才你一开始讲的。那想象你取经一下，你的孩子现在多大？然后18 ，OK， 那真的是还蛮成熟了。你之前在他比较小年龄的时候，你都怎么样教他？我的孩子他是比较内向的人，那内向的人，所以他交朋友，还有第一个朋友是谁，他会跟我们分享。就是你掌握你的朋友的部分，慢慢的他到中学的时候，我刚才讲是小学慢慢到中学的时候就开拓自己，除了自己，他很多东西开始不跟你说了，要不然你就要多去问你就必须得去问。第二就是你必须要让他知道说，你今天如果跟网络朋友的话，你的界限在哪里？那他自己的手机要怎么样？就是他有他的隐私，
但是有一些部分你作为父母你觉得你应该要知道的，那怎么样去跟他就是协调这一部分？我通常用几个方式，第一个就是如果今天社会有这个事情发生，我会跟他讲。因为我们今天知道孩子长大，他不太会跟你分享更多，或者是说他会更介意他自己的界限。那么你跟他说我要看你的朋友是谁，那就不一定是他愿意讲的。然后而且他讲的可能很多父母亲也不是那么有兴趣，就是对啊，他讲你听了以后我就敷衍给他一下。所以有时候我就会觉得这就是我们一种隔代的时候会有一些的落差，但我们必须去接受了。那我自己个人的话，我就会做的方式就是，我会跟他讲，透过我刚才讲的社会事件，我刚才说最近你昨天有听到新闻吗？或者是今天我们在车上才听广播的时候讲，这个刚报的事情什么东西？有时候他会变成他也会听到，他会跟我讲，然后我会跟他说，你跟他讨论这个案件里面，你知道问题在哪里吗？就刚才我们一开场的时候提到说，比如说宽中的事件吉华的事件这两个都是在他这个年龄层，对，的确，我就用这个跟他讨论呢。然后我去看，而且还有跟他讨论的是别人给的一些的 feedback 然后这种 feedback 你的看法是什么？然后如果今天是你的感受是什么？所以我们只有这种方法，就不是自己本身，他会比较愿意多讲一点点。你问他个人一点的个人隐私、个人的议题的时候，他可能不是那么想要跟你说。但是讲到别人的时候，因为不关我的事，所以我会去讲。而且我还有做多一点，就是说，如果你的朋友有讨论的话，你跟朋友之间讨论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讲你爸爸的想要。为什么呢？因为不一定有机会见到他们嘛。但是我觉得保护自己不是只有保护孩子，对，你要把这个意识也传播给其他身边的孩子，达到一个这样子都有一些意识的觉醒的孩子的一个环境。对。而且有一个东西，我觉得不要给父母亲去知道的当你今天谈的时候，不是这边要对着苹果讲，父母亲，你谈的时候不要以为你的这是真理，因为你跟他讲的时候，你跟他说你一定要跟我一样，一定要说服他这样子听，那就是没有话谈了的。往往我们去跟孩子谈的时候，我们必须得讲的就是，我今天跟你讲我的看法是这样，我会跟我女儿讲的，我说爸爸的看法是这样，你听听看。你刚才我已经听了你的想法，然后我就跟你说，然后你听了以后，你觉得我的想法、我的做法跟你的有什么不一样？但是你不一定要求他认同你的。对，然后他自己会觉得这样我没有想到那个咯，他就会这样子讲，因为我们想的会比较全面一点，然后他想的会比较单一，就是他自己的个人取向。性教育里面还是落实在我们一般的生活里面。它不是只有一定是要做这3课来的性教育，不是一听跟你讲说生理期什么时候画图像，然后考试，那个是一个部分，那是性教育里面的一个部分，生理的层面。但是我们还有包括心理的层面以及社会的层面，所以人跟人的关系是一种性教育，是没错。像最近的这个事件的发生，就是属于社会层面的，它不是属于生理的发育发展成熟，不是。心理的部分呢，也是有 touch 到，比如说我们今天的网络交友，它就是一个人际关系。然后今天我为什么会去依赖网络，然后呢会去想要去靠近这个色情，这也是属于心理的层面。但是今天回到了跟法律的层面，就也是要去落实。所以我们回到这个社会事件来去谈的现在性教育里面，我觉得不足的地方还是要增加，就是在法律的层面。这个呢，过后在这个系列里面，其实在迟一些我们也会邀请到性学会的法律顾问陈金玉律师去聊一聊的。但是今天我听了你的分享过后呢，我的心里其实是很复杂的啦。讲没有害怕是假的，但是我知道说怕没有用，理解才有力量。所以吴老师，最后你有没有一句话要送给在进入前跟我一样焦虑的家长？可能一句话不够，但是可以一段话了。我的想法是说，如果今天父母心里焦虑的时候，你害怕的时候，你去正视这个焦虑，但是你不要用这个焦虑来去让他感觉到很有压力，因为你的关系永远是第一个要去解决的。就是我所谓关系是
亲子关系。如果你跟你的孩子的亲子关系不好的时候，你的焦虑是没有办法去让他理解到的，所以一切都在于理解之上。所以如果我知道我现在是焦虑孩子在网络交友这一块，你需要表达给孩子知道说，我最近看到你，然后呢，交朋友这个部分都偏向在网络，妈妈或者爸爸其实很担心你今天这样子的一个交友会不会落到像过去我们谈到的那些社会事件的下场。然后呢，你可以让我知道说你现在的交友的态度是什么，你的做法是什么，然后不会掉到那个陷阱里面去嘛。用这样的方式跟他谈，前提就是你的焦虑让他知道，还有就是你们的亲子关系让他可以在平静底下来去讨论。最后就是不要把你自己的价值观强压在孩子的身上。如果他认为不对的时候，你的讲法不对的时候，你也不用特地去反驳。你跟他说我的看法是这样，你参考看看为什么我的看法是这样，我解释给你听。那孩子呢，你要相信一点哦，他听完以后，他可能当下没有什么感觉，脸色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他都有在尝试消化着你的语言，消化着你的态度，还有消化着你的想法。不是简单的一句话，真的好大段的一句话，所以我的总结基本上吴启明老师也来做了，有没有 ？OK， 感谢你的收看，感谢启明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那么多。那下一集呢，我们要回归到性教育的基础到底是什么啊？那你就要谨守下一集的立懂什么，搞不懂，我们一起来弄懂。下集见。